Hello，卢克斯里这一个视频呢就接上一步的了哈，我们接着来讲第三跟第四个步骤了哈。这一个顾客他拿到这一个 QR code 哈，他要去他之前买轮胎的这个经销商的店展现这个 QR code 给他哈，所以这个经销商他可以去扫描之后呢，他把那个轮胎照相一下。然后上传这个相片去这个伺服器或者是 server 前一个视频我忘记一个就是这一面在还没有发这个 complaint 不是 complaint for warranty claim 之前它这个是FL 是 active 如果我现在更新它，你会看得出来它现在是 pending 因为它已经去做这个 file a case 如果我现在在按 proceed，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front left 前左轮它不让你再按了只可以按这个前右轮这样子了现在我们就来到这一页就好像上一个视频我们可以用这个 QR code 我再做一次好了QR code reader OK 然后 open link 它就出现这一页我还没有上传这个相片之前我先给你们看我从这个 internet download下来，这个是 Free Loyalty 的相片比如说这一张你看这一张它显现这么大张才16.7，其实它是这么的大张，非常的大张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 resolution 你看它有8400因为我们现在手机这个科技越来越好所以它这个相片会越来越大张但是越来越大张就有一个问题它就会有很高的很大的这一个发size你看这一张相片它是差不多4.6 M 还有这个另外一张也有3 M 多了普通的这个手机2 M 3 M 是非常的普遍的当然我这个特地选了比较高 resolution 的这个相片因为等一下我们上传去伺服器之后我们的程序它会自动的帮这个相片缩小因为什么？你看这两张加起来差不多接近8 M所以不行如果你发size这么大，等下总公司去看的时候，它的 loading 会非常非常的慢我们先来看这边有几个简单的解释关于这个 image uploading 只有JPG 跟 JPEG 这个发可以用这个不是很大的问题，因为手机都是用这一种的format 它这个相片一个 column 只可以一个发然后就好像这里只有一个 column， 它只可以让你去上传一张相片上传过后呢，它会 resize 为了节省这个伺服器里面的空间，然后减少这个 loading time， 就是它把这个相片显现出来的时候不要花那么多时间。你想象一下，如果一张相片4 M 5 M 如果是用手机去看的话真的是这个 data 运得很快，如果 line 不好的话要等很久这样子了每一次它会4张相片它会自己会generate 出来因为一张相片它会把它缩小成800 PS， 然后这个会比较小一些，它的这个相片这样子它的这个发的这个大小也会变到比较小去了还有一个是 thumbnail 了，thumbnail是那个小小的那个相片这个让你们 preview 的时候会比较容易，这个是150 PS， 所以这里有2张嘛第一张跟第二张所以一张变2张，2张变4张所以每次有4张相片上去了然后呢，这个上传过后的这个相片呢，它自己也会改名字然后有一些意义然后给这个 user 这个是当然是总公司这里比如说第一个部分是车牌号码
第二个部分是车轮子这个轮胎的位置哈。第三个是什么日期了？好像这个2023的正月8号了。这个1是说第一张啊，后面这个123哈，我是特地加进去的这个是随意的号码1到1000它每一次不管是谁去上传它这个号码它自己电脑system 程式里面它自己会改变的这个我只是预防了不要让它这个发音去重复这样子这个就第二张，然后其他都一样，就是这个2还有这一个是随机的这个 random 的这一个号码了然后呢我会把它这个上传的相片把它放进怎样讲比如说你前左轮它有4个folder所以4个轮子的话就有16个folder理由是什么你们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抽屉里面你们放很多东西，全部东西放进一个抽屉当你要找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花很多时间去找到你要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把全部东西放进16个不一样的抽屉东西变少的时候，你找东西就比较容易所以电脑的系统也是一样当然几百个发几千个给可能1、2万、3万都不成问题。但是当它有10多万、20万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分别这个也是关系到这一个loading speed 这个 loading time OK， 我们现在就来上传这一个相片了首先还没有上传之前还有一个我要给你们看一下，在这里这一面我不知道还有效吗？还能够吗？需要录音吗？不用还是有效。我刚才走开了一阵子。OK， 这一页这个是 Live Image View 等一下我上传这个相片过后，这里会显现出来了然后你按一下，它会出现更大张的首先它会出现这个 thumbnail 的这一种小的这个相片让你们 preview 了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去 upload 对，还有一件事这个我在电脑上做了但是在真正的情况下应该是经销商他会用这个手机去弄的我是在手机的话它不是这个样子的形态如果在手机按这个的话，它会出现一个 camera 叫它去照相这样子所以这个 PC 跟这个PC 跟这个手机也有点分别你们可以试试看当你们看完这个视频过后等下你们用手机去试试看OK， 我现在就来选择这一个发OK， 我里面电脑很多东西我去download OK， 在这就这2张第一张我用这一张这个也是很大张第二张呢我就用这一张了当我按submit过后它会出现一个 please wait 因为它要做一些刚才我讲的它会把它这个相片缩小这样子但是这个差不多半秒要等久一下了，所以我就开始 submit它就叫你 please wait 了要等一下子因为他正在那个 coding 里面，他正在做他的工作这样子了他submit完过后，他会出来跟你讲说submit 了什么样的这个上面，就是我们刚才的这2张已经是缩小的了如果我现在把它怎样讲copy 了之后呢，我回来这个软件的这个AD 这个相片呢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来看它的 size 有800乘1200我是算这个 width 不管它多高多长我一定是标准是这个 width 来算所以这一个其实也是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这个 width 是一样的OK 你看也是800乘533这样子还有一个就是我已经是做这个我们叫做 responsive 如果我现在用手机来sorry 手机不能够，它一定要手机，但是你们可以这样子也可以这样子也可以OK 这样子也可以，所以它会根据这个browser 或者是手机它的这个大小和它的 resolution 而改变了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个等一下OK 这一个我们来更新好了
哎，真是的，他现在因为我刚才太久没有那个碰它，它就变成这样了。它是自动保护程式啊。等一下哈，我要回去。OK，我记得是 image 啊。OK，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上传上去这个相片啊。如果我按它，它会开另外一个，就是这个800的啊。你可以看得出来哈。对了，它的那个发的名字哈，它的车牌号码它的位置，然后什么时候做的上传的。这个是第一张，然后这个是1到1000的它的这个 random number 啦，这个 size 就是刚才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我把它 copy and paste 是800的这一种这一个它的那个 width 有一个加多一个解释了在前一个视频我有给你们看为什么我这里又加多一个 email 因为这个顾客呢，其实他可以就是直接把这个 QR code 给这个。哎呀，跑去哪里 ？OK， 没关系。刚才他发完这个无人机间过后，他直接可以把这个 QR code 直接给这个丢了这个我是想说通知先通知这个丢了先通知这个经销商，你有这个顾客他的车牌号码是多少，然后他已经发这个 warranty claim 了这里 click 进去，他也是sorry 这个是为什么因为他刚才我们已经 upload 上去了我们已经上传了所以资料库已经有资料了，它就不让你再上传了，它就会出现这个 error 但是为什么我有这个 link 这个是说如果真的有那么的巧合说，当这一个顾客去到这个经销商店的时候，突然间没有电，突然间 internet 不会跑手机不能够用还是怎样那怎样呢？那个这个经销商就先照相了先照相了，等下那个顾客回去的时候，他就可以开电脑进去，然后他可以按这个 link 他也是可以做之前如果顾客给他扫描那个 QR code 那个事情也是一样的了一个是通知，一个是这个防止了如果真的是这么倒霉没有 internet 没有电这样子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为止，谢谢。